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美国代孕的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在选择一个孕母进行匹配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呢去了解一下这个孕母所在州对于代孕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条款，因为呢，在每一个州的时候呢，其实它对于这个准父母的婚姻状态，以及这个胚胎的精子和卵子与准父母的这个生物学的关系呢，都有不一样的要求。除此之外的话呢，如果是同性的伴侣的情况和异性伴侣的情况，有一些州呢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条款。像我们见到有一些客户，他是在英国，需要把宝宝带回英国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孕母是单身的情况，要比孕母是已婚的情况要方便得多。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您自己会有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会帮您起草代孕合同，会帮您去建立侵权关系。同时的话呢，孕母也会有她自己的律师，孕母的律师呢来帮她去 review 代孕合同，来去提供一些推荐的一些条款进行修改。同时也来帮助您指导他来完成这个后面的侵权关系的过程中的一些文件。那么代孕母的律师的费用是由准父母来支付的。在代孕合同的过程中，中介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理论上讲呢，代孕的法律的过程是您和您的代母 independent 独立来进行的过程，因为您有您自己的委托的律师，孕母也有孕母委托的律师。我们在一个前提的情况下，这个前提就是双方同意代孕，并且呢，孕母呢跟我们签订了费用的一个协议，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费用的协议呢，又给您做了一个费用的预估，也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些信息交给律师，律师呢根据这个起草之后进行协商。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还会有一个 negotiation 的部分呢？但我们常见的一些 negotiate 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作为客户，可能对孕母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希望你吃什么样的食物啊，什么样的 activity 啊，我需要什么样的胎教的行为等等等等，这些是作为我们的客户方，如果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并且之前已经得到了孕母的同意，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标准的合同上，律师的合同上没有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告诉律师把这个添加上去。那么这份文件当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没有问题了的时候，我们交给律师说 OK，把这个文件呢就发给了代孕母的律师，代孕母的律师呢会跟代孕母约一个时间来 review 这个合同。那么代孕母的律师会说，这个是您的准父母给您的合同，你要看一遍之后，我们来 review 上面的条款。那我们作为客户，我们就会收到一份 review 过的，他们叫做 red line 的这样的一份合同。我们也见到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律师可能会说，我觉得你的总体费用是这么多，那么你的 first deposit 就应该更高一点。非常看起来比较专业上的一些意见，往往是代孕母的律师从他的角度为代孕母推荐或者提出来的。所以大家在这里呢，不要误解说，是不是我的孕母就不配合了？是不是我的孕母要难为我？当这份合同都起草了好了，大家都 agree 了之后呢，会出一个叫做 final 的这样的版本。这个 final 的版本呢是需要双方公证签字的。那这个双方指的是，如果孕母有 partner， 那么是孕母和她的 partner 的双方。如果说是您是单身或者是已婚的情况，所有的 involved 的人都需要进行公证签字的。这份代孕合同的话呢，是在用于后面在申请侵权关系的时候的至关重要的一份文件。那么我们见到有一些客户，比如说要申请回国的旅行证的过程中，那么这份代孕合同的文件呢也是需要的。所以大家呢可能要跟中介机构沟通好这份文件在哪里。那么谈到法律的时候呢，大家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会想到我怎么来通过法律的这个过程来保护我的利益。我知道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因为代孕母的原因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实话实说，这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很难的几点呢，就是第一呢，其实是代孕母的原因而导致什么样的行为，这种直接相关性是很难界定的。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代孕合同里呢，是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上的约束的。但是你要清楚的是，在代孕合同的过程中，它只约束了行为，那么后面如果真正出现这种情况的追责，并不在代孕这个过程中完成，而是要另外的一个流程来对这个孕母进行起诉的。虽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虽然说我们觉得自己的利益会需要去保证，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代孕过程中的法律流程是不包括这个部分的，因为代孕过程中的法律流程更多的是为了强调这件事情是代孕的，保证您的侵权关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代孕的行为，并且同时呢能够知道这个费用的这个
给他的费用是按照什么的原则标准下来进行的。除了这个合同的部分之外，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叫做侵权关系的判决的这个部分。如果是 pre-birth order 的州，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侵权关系呢？通常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你确认怀孕就可以了，但是比较 prefer 是做完了20周的打胎机之后，我们确定孩子没有什么异常，一切都健康，那我们在那一刻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启动这个 pre-birth order。那我们还会看到呢，有一些州呢，它其实是 pre-birth order， 有一些州呢是 post-birth order。也就是说 pre-birth order 的州呢，是在宝宝出生之前，侵权关系就已经建立好。有一些州呢 post-birth order 是在出生之后就把这个侵权关系呢在短时间之内能完成。其实呢，如果是我们的客户如果是带回中国去把宝宝，其实 pre-birth 和 post-birth 基本问题都不大。但是我们见到有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如果是 post-birth order 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做这个之前的时候，既要了解孕母所在州的当地的法律情况，与此同时的话呢，也要咨询你所在国家的一些代孕方面相关的一些律师，来帮您把这个的计划做清楚。Pre-birth order 在启动之后，律师会起草很多的文件让你来签署，也会有一些文件需要您的 IVF 的医生去签署，也有一些文件需要您的孕母去签署。那您这个文件 return 给律师越快越好。那这样的话呢，律师收到了您的文件和其他的文件之后呢，他就可以跟当地的所在 county 也所在县的这样的 court 进行 file 来夺到这个侵权的判决。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这些侵权的判决能够在30周之前就拿到。那么当然第一点就是你在法律上已经是这个宝宝的父母了，您不用担心。那么另外，如果有早产的情况的话，我们赶到这个医院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非常直接的侵权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对接过程也会更加顺利一点。那么万一宝宝早产的时候，这个侵权判决没有下来，该怎么办呢？那么律师会做一个叫做 urgent hearing， 他就会跟法庭说，我们这边宝宝已经出生了，我们需要加急这个流程。那么律师通常会收一个加急费，那么之后的话，通常可能在几天之内能够拿到这个 urgent hearing 的结果。通常情况下，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律师也会跟医院沟通，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提前的一些文件对接好的话，或者是可能会委托这个孕母，或者是孕母委托您作为 power of attorney 来相应的做协调，总是会有一些方式和方法，也能够使您作为一个监护人，在法律上在流程的过程中的时候，能够做很多的 medical decision， 这一点呢倒是不用太担心的。那么谈到这个法律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涉及到律师，很多客户就会问，我应该怎么来选择律师？律师来做什么？您要知道，您所选择的律师是由您自己来决定的。您可以呢选择中介机构推荐您的律师，您也可以自己呢去选择其他的律师，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选择律师的过程中，一定是要叫做 art 这个领域，就是人工辅助生殖领域相关的专业律师，因为你也知道，美国不同的行业的律师他的专长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我自己的 business 的律师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他可能不太知道这个里面的一些关键点。那代孕母的律师由谁选择呢？代孕母的律师由他自己选择，他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通常我们中介机构会提供一些律师作为参考，然后他们可能去找这个网上的信息来了解这个律师的情况来进行选择。确实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些律师，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推荐一些律师呢？当你选择一个律师，你说我想用这个律师，你把它发给我们，我们会把您和孕母的信息做一个 match sheet， 同时我还要把这个孕母跟我们签的这个叫做 surrogate benefit package 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发给律师。那律师呢要根据这样的一些文件来起草他的合同。但是如果说这个律师跟我们合作不多的话呢，他就需要对这个 surrogate benefit package 有更深入的解读，否则的话呢，他可能有一些条款在 drafting 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不一致。但是我的经验里呢，就是因为代孕的律师通常已经在这个领域做了很久，所以他们的模板呢往往是比较完全的除非我们有特殊的要求，通常我见到客户实际上添加的部分呢并不是很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合作比较久的一些律师，他们已经有了我们的这个常规的模板，他就根据您的这个要求作为一些基本的每一些特殊的点的一些修改，这个过程会快一点。而常常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律师的费用反而会便宜一点，因为他不用再重新起草一套模板了。所以说呢，这些是推荐，但不是必须的。我们除了考虑到他是不是已经有我们的模板了，对吧？他是不是能够很快的进行服务？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点，就是他的这个团队里有没有一些语言的支持。他如果有翻译的人员，
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你在沟通上呢就会更容易一些。不同的律所的话呢，它的费用呢相差的呢，通常情况下不是很大。代孕的律师的费用通常情况下呢有2种收费方式，一种收费方式呢就是 package fee， 就是我起草合同，不管我有多长时间，都是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我们也见到有一些州的律师呢，可能是呢要做 hourly fee， 那他就会说呢，你给我像一个 retainer 啊，在 retainer 里面呢你要交多少钱，那我根据这个过程中我花了多少的时间，然后呢来收费。其实这种 retainer fee 和 hourly fee 的形式是美国这个律师通常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只不过有一些代孕律师因为他们的 case 比较多，流程比较标准了，所以他们就会用一个 flat fee 的方式。所以这2种费用的收费方式呢，通常呢都是常见的。